今天我要用高丽菜和玉米笋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大家好，我是 Kristin， 欢迎来到 Kristin Wong TV。我的频道主要是要向大家分享一些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吃素，还是想看看吃素朋友都怎么吃呢？那你一定要订阅这频道哦，特别是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还要给影片点个赞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用高丽菜和玉米笋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5条的玉米笋。玉米笋已经清洗干净了，现在斜切成薄片，再对半切，把玉米笋放入盘中。来切一些高丽菜，在后面切几刀，今天用的分量大概2-3片就够了。现在先拿去清洗。高丽菜我清洗好了，现在来切，压，切成细丝，把高丽菜放入盘中。这里是300克的白米，我已经洗干净了。现在放入过滤水浸泡，大概泡30分钟。准备1根茭白笋，斜切薄片，接下来切成细丝。把茭白笋放入盘中，准备3朵香菇，先把香菇角切下来，切薄片，把香菇放入盘中。准备70克的雪白菇，我已经用流水的方式清洗干净了。现在把根部去掉，这里剥成细丝。把雪白菇放入碗中。准备1块新鲜豆包，对半切，这里切细丝，把豆包放入盘中。准备半条的红萝卜，先来削皮，把红萝卜的头去掉。这里切片，接下来切成细丝，把红萝卜放入盘中。来准备一些金针菇，金针菇买回来后，我会先拆掉塑胶包装袋。放进真空保鲜盒里面冷藏，这样子保存可以防止菇类氧化变质，延续食材的新鲜及风味。现在泄气，取出今天要用到的分量。今天用1小撮就足够了。再把真空保鲜盒的空气抽出来，放回冰箱冷藏。
把金针部的根部切掉，这里切成3等份，尾部的地方剥散。把金针菇放入盘中，白米已经泡30分钟了，现在把水沥出来，不要。把白米放入锅内，吸饱米粒煮出来的饭会很好吃哦。现在加入300cc 的水，准备拿去煮饭。开中大火，盖上盖子。把米饭煮滚，中大火煮至锅盖冒出蒸汽后，现在转小火焖。转小火焖大约15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现在把火关掉，用余温焖煮10分钟。饭在焖煮的同时，我们来把刚刚切的料煮一煮。锅内放入少许的油，润一下锅子。把豆包放进来煎香。豆包铺平后，让它慢慢煎。现在可以来翻动一下。锅子的蓄热性很好，少许的油就可以让豆包煎香了。不仅少油吃得健康，更可以节省能源瓦斯哦。现在放入菇类，金针菇、雪白菇，还有鲜香菇，快速的翻炒。这时候不需要加水哦，菇类的水分会慢慢的冒出来。先持续的翻炒，你们看，菇类慢慢变软了，而且也不会干巴巴的，很有水分的感觉。现在放入红萝卜丝，还有高丽菜丝，快速的翻炒。高丽菜现在也渐渐变软了，放入玉米笋。再快速的翻炒，我觉得少油又无水的料理，这样子吃起来很健康，都是吃到原型食材的甜味。今天是要做烩饭，所以可以把高汤加进来了。高汤的做法可以看右上角的资讯卡，之前我有示范过。我放了1000cc 的高汤，现在可以来调味了。1汤匙的素蚝油，1汤匙的酱油，1茶匙的苏沙茶酱，1小匙的白胡椒粉，2汤匙的黑醋。半茶匙的玫瑰盐，把调味料搅拌均匀，盖上锅盖，小火煮滚，已经滚了。把笋丝放进来，翻拌一下，再盖上锅盖焖煮。笋丝焖的差不多了，现在来勾芡，一面倒一面搅拌，煮至汤汁粘稠，调成像这样子的稠度。我不喜欢吃太稠的，所以这样子刚刚好。朝日全能锅可以让热源来自四面八方，受热均匀。现在食材都熟透了，可以关火起锅了。羹汤煮好，饭也焖好了，来看看
饭煮得怎么样？哇，感觉粒粒分明耶，而且每一颗都很饱满，饭松可以盛盘了。饭盛好了，汤汁端上桌就可以开动了。把羹汤放到饭上面。哇，田园蔬菜烩饭完成了！这样做的烩饭酱汁很清甜，菇类的鲜味也保留锁在酱汁里。白饭吸附了烩饭的酱汁，每一口都是那么的滑顺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非常感谢大家还能够停留到最后。我的频道接下来都会向大家继续分享一些简单上手、快速上桌的素食家常菜料理食谱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那就立即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别忘了追踪IG、加入脸书社团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